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梨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时隔1年，我们的快乐终于回归啦。那揭开第2季的面纱，迎接我们的还是那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和那熟悉的味道。那第1集录得10.007%的收视率，成为 TVN 频道首部开篇收视率超10%的电视剧。它的回归让我们的夏天充满了期待。那我们赶快一起回顾一下第1集的有趣细节吧。在第1季结束时，俊婉寄往英国的戒指被退回，加上他桌上被挡住的香菜盆栽、身后模糊的心等一系列细节，预示了两人爱情路途艰辛。那我们当时猜测这件事情呢，很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，只为展现异地恋的艰辛。那果不其然，从一瞬俊婉视频通话的情况来看，的确只是一个小意外，两人也没有因此产生误会和矛盾。下一集预告片中，俊婉的桌上又出现了绿油油的盆栽，看来他们的感情也在茁壮成长。那应顺说，戒指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让俊婉亲自给他，不知道那时候俊婉递过去的会不会是求婚戒指呢？我们期待一下吧。本季冬天终于迎来和郑源2个人穿私服单独吃饭的一天，而且穿的不仅是私服，还是情侣装。我想看第1集之前，很多人应该都在期待他们恋爱的可爱模样吧。那他俩在急诊室门前甜蜜拥抱时，我脸上不由得泛起了老母亲的微笑。你们第一反应都是什么呢？那这一甜度超标的场面和之前剧集形成鲜明反差。之前2人中间有一条线，这次呢，形成这条线的2扇门敞开着，不仅线消失了，还让冰冷忧郁的蓝色背景变成了暖色调。而且你们发现了吗？旁边这盏灯明显被导演动了手脚，由原来的这个形状变成了填满的红心。恋爱以后，郑源变成了十足的铁臂男。他拒绝急诊科女医生喝咖啡请求的场景中，那个干脆的态度，我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满满的尴尬。而对待冬天，他又是个超级暖男，给冬天倒水时发现水冰，马上添了热水。得知冬天连夜值班，提出可以陪他一起。而且郑源不仅是这样一个体贴又自觉的满分男友，同时还是会让冬天不断进步的人生导师。如果说之前冬天是受到除郑源以外所有 GS 医生爱戴，被他们捧在手心里的 GS 公主，那现在她得到了所有人的爱，是时候她要将这份爱和温暖给到患者和家属，成长为兼具专业实力、虔诚的态度和共情能力的优秀医生。个性木讷、不善言辞的住院医师冬天，在这一集听取了郑源的建议，温暖地安慰了患者家属，表现出成长的一面。也许有一天，共情能力有些太强，甚至有点敏感的教授安正元，也会从理性的冬天那里受到影响，得到安慰，治愈内心吧。那有2个有意思的小细节，他俩吃饭时墙上贴着禁烟标志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郑源的烦恼结束，所以他要戒烟了呢？另外一个是郑源母亲罗莎女士家中放着一个蓝粉拼色的呼啦圈，那这2个颜色意味着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对，就是韩国传统婚礼中男女双方的代表色，所以也许我们还可以期待这一对白头偕老哦。那再来看冬天的好朋友敏和，那他的圣诞节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乐了。上一季最后，小熊敏和鼓起勇气约硕亨共进圣诞节晚餐被拒绝，然而强颜欢笑独自吃了2人的烛光晚餐后，他目睹了硕亨和一位貌美女子挽着手臂并肩走在雪中，瞬间空虚地笑了出来。糟糕的是，他工作上也出现了失误，被硕亨叫过去谈话。他们身后不同的背景色强调了2人之间的一条线，仿佛一堵看不见的墙，显得2人关系格外遥远。之后他找硕亨汇报工作时，他也是站在这条线后面。但是面对死守防线的大熊，敏和也没有放弃，反而非常机智地应付了过去。比如他后来去找硕亨，就直接跨过那条线，坐在里边的位置。还有当硕亨说一天只允许提1个问题，再次划清界限时，他灵机一动，抓住了小 bug， 轻松越过线，确认了硕亨的感情状况，随后便一气呵成，试图再次约他。硕亨则毫无防备，一五一十地到处琐事，等他发现时，敏和迅速溜走了。
那这位驯熊高手貌似遇到了看上去强劲的情敌，就是硕亨前妻尹幸惠。两人在急诊见到时，硕亨很自然地问了句：“吃了吗？”那一起吃饭在剧中的重要含义，我们之前就强调过，说明他们毕竟曾经是夫妻，见到会问候，还会一起去买饭吃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前妻提出以后可不可以偶尔一起吃饭时，硕亨放下了勺子。我们看到他好像还没有动过他的餐盘，而硕亨和敏和两人还一起喝了咖啡。那这里的咖啡虽然是条植入性广告，但自然地融入在剧情中，可能想表达敏和是可以让365天冰美式不离身的硕亨喝起热咖啡，温暖他内心的人吧。尽管我们不清楚硕亨与前妻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，但我觉得他们不太可能旧情复燃。或许是见到前妻后想起了在婚姻生活中的痛苦回忆，更坚定了不谈恋爱的想法，所以他要更刻意地推开敏和。但是就像郑源不经意间向冬天说出的安녕，社恐硕亨也不自觉地和敏和聊着自己的日常，所以尹幸惠的出现可能不仅不是双雄之恋的障碍，反而有可能成为让硕亨发掘自己对邱敏和感情的契机。那他俩的感情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，我看到一位网友分析的很有道理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这一场面中，服务生抱过来的蛋糕可能是硕亨送的，为什么呢？首先，蛋糕放上后，镜头扫过餐厅，但好像其他桌上就没有蛋糕。那为什么 chef 只送敏和这一桌呢？是因为他一个人来吃晚餐吗？还有，硕亨拒绝敏和的邀请，写了又删掉的那句 Merry Christmas 出现在硕亨的背影，还有在这块蛋糕上，还是不太确定。那还有，收到蛋糕后，敏和抱怨蛋糕太小，不够塞牙缝时，画面中模糊地出现了熊公仔。随后，他开心地喝下红酒时，熊公仔逐渐清晰，仿佛在暗示蛋糕就是大熊送的。那硕亨知道这家店店名，确实完全有可能通过餐厅送蛋糕。可能就像敏和因为狐狸同事无比绝望时，硕亨悄悄通过护士给敏和送来炒年糕的那次。硕亨虽然没能接受敏和的邀请，但也算是以另一种方式赴约，共度了圣诞节。那这样看来，敏和的圣诞节晚餐就没有那么伤感，反而有些暖暖的。期待硕亨在某个美好的秋天，可以亲自赴约，坐在敏和对面，与他聊着琐事，共进晚餐，填满这幅美丽的画面。那我们下一篇继续聊义俊和宋和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还有关注我哦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